真不敢相信，在湖北的大山里，我们竟然发现了这一处山洞人家。如果没有无人驾，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这里竟然还有人居住，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。我们高空俯瞰，一栋土房子刚好接在洞口，看上去非常的古老。坝子里还有2个人在那里不知道干什么。更奇怪的是，房子背后竟然还有很多的土建筑，一看这个山洞就很不简单。这里曾经应该非常的热闹，但是想要到达这个地方并不容易。经过我们多方打听，才找到进去的路。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还居住在这样的山洞里？带着这个好奇心啊，大家跟着我的镜头，我们就一起进去一探究竟。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这里是湖北的深山里边，今天我们要去一个神秘的山洞。我们刚才拿无人机飞的时候啊，发现在这左边啊有一个山洞，山洞里边呢竟然还有人居住啊，太神奇了！大家可以想一下，都2025年了，竟然还有人居住在山洞里边，到底是哪位世外高人啊在此隐居啊？我们抱着这种好奇的心态啊，今天跟着阿宝的镜头，我们一起下去瞧一瞧哈，走吧。看一下啊，它下面这个地方都是绵绵起伏的大山，非常的陡峭，而且非常的高啊。但是这里的风景啊也是特别好的哈。去他们家的路啊，就是这种羊肠小道，不是很宽啊。这个路上呢，散落一地这种树叶，看上去啊，就是很久没有人走了哈。这个路啊，明显就是人工开凿的，但是他们家住在山洞里边，就一户人家，他们为什么花这么大的代价开凿这么一条路啊？我怀疑他们家祖祖辈辈是不是都是在这个山洞里边隐居的，有可能哈。它这一段路是最为危险的，你看啊，这外面都是光秃秃的。而且都是把这个崖壁凿开以后凿出来的一条路。看一下这个阶梯，你说他们家当时到底有多厉害？把这个石头你看凿了一个大阶梯，我的前方就是垂直往下的悬崖绝壁，太高了，哎呦！它这个位置还搞了一道木门，放在这个位置，把它关住。应该是他平常在里边养羊啊这些的，怕羊跑出来，然后搞一个门关在这儿。我们从这儿进来。其实不开玩笑啊，这下面是真的很高啊，你看嘛，太吓人了。嘿，哎。哎呦！说实话，我这个动作不是走不来这个路，是害怕，因为这下面太高了，有点恐高啊！哎呦，我的个天啊！来，你们看一下，安不安逸？你们就说，这就是现实版的世外桃源，多少人想要的地方，但是却没有。你们这个，你这开了咋子嘛？啊？这里开了咋子？这白纸树上哪里咋子？看入湘西上。哦，就是抗腊肉。看那个湘西上。哦。你到这走啊。要得。
这大哥啊，他去下面砍了一根柏树回来抗腊肉。你看它外面盆景树，非常的好看。它的外面是一个很大的城堡啊。它这儿特别大。哎呦，你这好大，好大哈！这我给你来。啊，不客气，不需要嘛，你们拿。我都拿下了，你喊我提上去啊？那是可以啊，那谢谢啊。啊，不谢。你坐。要得。啊。大哥贵姓啊？你贵姓啊？我姓钱。今年多大年纪了？63。很年轻。啊，很年轻啊。也很年轻的嘛。你一个人吗？啊，我一个人在这里住的。你一个人在这儿住？哎呦。这边是老房子啊？老房子。这边是新房子。这个房子也40多年。这个房子40多年。40多年，你修的？这个是我修的。哇，那你里边这个怕就100把年了，这个房子。那几百年找不到多少年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屋就是说，只要这间有人烟的时候，就有人在这住。他因为不要盖子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不要盖子。过去啊，有好多地方都是盖石板啊、盖茅草啊的屋。是。他所以说，他就找这样的地方，他就不要盖的。大哥，他们这儿啊是2栋房子啊，你看里边这栋它是没有这个楼顶的，不用盖的哈，直接可以住的。它这边是2层的哈。你上面也是可以住人的哈。是住人啊。你上面也是用水泥钢筋打的顶。水泥啊。那你材料是自己背下了？背呀。哎呦。这说，他背怎么的呢？那厉害哈。没通过了。你这儿公路可能也通不进去哎。公路上的通，经济价值有点高。跑一杯就可以了。来嘛，我给你倒来。你也搞杯嘛。他喝。好。喝一点。他带了那个茶杯。带有茶杯啊。带有茶杯，可以在这里装茶呀。要得。要得。你们四川什么地方的人啊？四川泸州。泸州的泸州的。那也还是有点远的啊。泸州到你这儿的话，大概有差不多700公里。差不多。差不多。有。你们四川泸州就在我这个对面，你们四川就在我这个对面，就是四川。这个环线重庆，你们泸州在这个环线，是不是？对，交界。交界嘛。就是重庆、四川，还有你们湖北。你在这儿住了好多年了？我在这里住到40多年了。40多年。我老婆就在这儿，好像住到近60年的。近60年了。对，你在这儿。我是在这儿，好像呢，我的老婆是在这儿，好像是呢。我是在大治坪那边的来过来和他们和我老婆在这里做家的。等于就是这个地方是你们来发现，你发现然后在这儿修房子是吧？那不是，我这好像会，我屋里人的好几辈人员都在这里住。好几辈人都住在这儿。是你老婆安民吗？还是你这边？老婆的父亲呀、爷爷呀、太太呀都在这里住啊。等于这里是你后家。这个是我姓钱，我老婆姓龙，我的这好像岳父啊，还是岳祖父啊，都姓龙，都是农家的。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这儿应该有好几百年了，住了。老君在这儿打过铁，你说看晓得好多年啊？就说是老君洞，就是说老君在这儿你打过3年铁呀。老君在这儿打过3年铁。开天辟地，他打铁就是在这儿，还在打铁的。这是个山洞还是个矮墙？山洞啊。是山洞啊。过去我们这里老辈子说，7天7夜一个回转没走出头。
有这么深啊？啊，里头的空间比这还要大，有的还要大。那里面还有些啥子东西？没得什么东西啊，啥子也没有。没得什么东西啊，进去没得什么子。它是冬天的是温和的，热天的是凉的，那就热天就要穿的这个衣服的。冬天进里头去就可以穿单衣服的，里边就可以穿单衣服。冬暖夏凉。哎，冬暖夏凉，里边的水也好。哎，我们吃的水都是我们的水，可以说一般没得我们种好的水。现在吃的水是山洞里面打出来的。是从里头流出来的嘛？哦。有几道水啊？养了几头牛啊？没养牛啊。没有养牛。羊子啊？我们养到现在还有20几个样子。20几个样子。我也只在这里只喂下羊子，喂下红子啊，就是像这个红子啊，喂下红子啊就行了。我没养过。现在养了几桶嘛？这个蜂子？10几桶红子。10几桶。哎，也不多。养着红。你羊子好一斤啊？现在卖的话？我们羊子卖的，今年子卖的一片，往年子卖20几块钱，今年子只卖10几块钱一斤的。那便宜了。啊，今年自己价钱什么子，猪价、羊价，都比往年子要便宜的。你这个房子是修了40多年哈？40多年，86年、87年修建的。87年修的。我是87年。我刚刚出生你就修房子哦。而修这房子花好钱？那个时候花就要我们那个时候全是打土钱，打这个钱背土啊，我们都是找工嘛，有那个时候又开不起工资，找人给我帮忙啊，你给人我给人家帮忙，人家就跟我帮忙，赚工啊都是这种帮忙和他们走的啊，就没花好多钱。正那个时候正花钱没花到，只背水泥啊，赶紧水泥和他们是花钱，啊，在其他的都是找工啊，帮我走啊。那个时候的公家师傅的工资才2块钱一天。2块钱一天啊，那个时候一个师傅工就只花2块钱一天就走一天，你现在200块钱还没得人走了，是不是的？没有。现在就是临时工都要300块一天。啊，是的。你老婆呢？我老婆在白沙坪那边做。哦。我们在那边买的有屋。在那个镇上买的房子。哎，在没在城的，在大公路边上买的有房子。但是我们如果是走的那边买屋的地方就没得田嘛，没得田种嘛，没得事做啊，你就只有打工60几的就来不活打工的，就要靠娃儿们走啊，就只有拽的这，还在我们还可以种点田，还可以走点小事换下羊子，养下红子啊，在那边集中的地方养不能羊子，养不能红子。有句话说得好嘛，故土难离嘛，就是你去外面买房子，但是有房子住啊，但是没有土地种。你就说白了，你去买点青菜，你在菜市场拿钱买。就要拿钱买嘛，是的。你是几个小孩哦？我3个。3个小孩。2个儿子1个女儿啊，还是3个姑娘？3个姑娘。那你3个姑娘享福。都出嫁的嘛。每人1个月给你拿个1000块钱，3000块都够用了。我们现在单钱还不要他们给我们拿钱。我们满60岁的国家1年子，我们交的有养老保险、养老的，他给我们有1个月有100-200块钱的，也就生活费就差不多好多了。1个月200块钱生活费够了哈。就差不多。这个东西你们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吧？小时候我们家就用，你看，这个叫风簸，你看它这个堂屋也是特别大的哈。这边，然后堆放了一些杂物啊。下面这边是大哥他们家的一个关羊子的羊圈，这里边这个就是他们家的一个比较老的一个房子啊。后面还有啊，很多啊。在你走前面，那就麻烦你了哈，大哥，麻烦你。哎呦，这羊子还没放出去哦。还有羊子。你平时也种了好多南瓜哈。这上面也还有房子哦。好多哈。是原来和他们70几年，他们在里面有的专门打着在这喊着熬销啊，过去。哦，熬销的。来，你们看一下这边哦，到处都是房子。哇，你这里面连拉跌进去啊？
电灯啊？啊，是的，我拿这个。你拿电钉进去干啥呢？堆沙呀。哦，我里边有沙，就跟这个河沙样的，就可以什么背出来的，可以做它事啊。哦，这洞里边有那个河沙。嗯。哦。里边，外面跟里头。你咋放了那么多坛子在里边啊？啊，放的有酒啊。你自己酿酒啊？啊。哎呦，没看出来哦，这大哥还在自家的山洞里面酿了很多酒哦。这些大坑是啥子啊？嗯。这些坑。这个坑是出土，北起出去，我那个时候打钱的起屋打钱的嘛。意思就是你修外面个房子，全的泥巴都是在里面。哎，搞水化，把那个土啊。用水化趴的，打实了以后就去打墙，就拿去打墙。嗯。哎呦，那你这全部是就地取材哈。这个山洞特别大哟。大里头还有大那要痛啊，还在。你看这下面。大哥拉了一根线子下去。哦，你平时饮用水就在下面。对。哦，在这儿。在这里边啊。哎呦。水井在这里。哦，是这儿水井哦。哦，这个洞洞流水出来，这洞洞不大嘛？里头可以装400-500斤水。你这水它又吃不完了。那吃不完。这个洞你走过2-3里路，然后就没有走进去了。没往里头走了。过去那辈子走一个回转走7天7夜，带着干粮带着吃的，走7天7夜一个回转，回来就7天7夜的。走这个山洞走了7天7夜。那一个来回啊。哇，好远！你想一天要走过去的人一天要走好远的路，是不是？但是他也不是说是或走的这么快，他沿路走啊，满处看啊，这么。还有这个，你们知道是干嘛用的吗？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，它是在整个石头上凿出来的。你看啊，我跟大家示范一下，它的脚放在这个位置，看。这个在我们四川叫做对窝，不知道在你们那儿叫什么哈？这个是个羊头，你看，就是公羊嘛，公羊。然后这种没有角的就是母羊，你看特别乖哈。你看这儿养了一只大公鸡，这，它这儿还有一个深坑，这个坑是干嘛用的？我们看一下，它这个大的深坑应该是当时放红薯的吧，放东西的地窖。我们来看一下大哥他这个房子的外面啊，这里的环境呢是特别好的哈。外面这里呢有一大湾土啊，都是大哥平时种的玉米啊、小麦之类的哈。它这个地方非常安逸啊，不仅通电，而且网络还超级好啊。住在这儿啊，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不通公路。我们想要到达这个地方啊，必须要从山的上面，然后徒步下来的。这个地方要是通一条公路就好了。刚才大哥说了，他想从山的那边挖一条公路下来，但是这个花费就巨大了，没有20万应该是干不了的。那大哥，我们要准备走了哦，还是跟原路返回，是吧？我们走了哈。好，下次欢迎来泸州玩。好，走了哈，麻烦了哈。再见。好，再见。